皇上与他的新晋美人恩爱无双，我虽身为皇后，却丝毫不在意。后来百官尊我，万民拜我，而他只剩下了爱。美人叫顾倾城，眉眼娇媚，一瞥一笑都美得动人。心魄饶是见惯了后宫佳丽3000，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美貌是独一份。最吸引人的是，她的美并不单调，脸上带着张扬的笑意，眼神流转间，让人忍不住为她心动。她见到我时眼中闪过嫉妒和羡慕，很快消散，像是为了让我吃醋一样，娇笑着说：“阿恒，这就是皇后姐姐吗？”听到她叫皇上，阿恒叫我姐姐，我蹙了蹙眉。此时她还未入宫，身份低微，见到我不仅不跪，还胆大妄言，这样没礼数的女子令人生厌。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视线落在她白皙脖颈的红印上，蹙了蹙眉。就算是再受宠爱，女子家也应注意形象，这样丝毫不遮掩不懂礼数的样子，反倒让人看清。而她整个人像没骨头一样，你靠在李恒的怀里，而皇上也同样宠溺地环着她的肩膀，低头刮了刮她的鼻尖，旁若无人地秀起了恩爱。你身子不适，即便不行礼，皇后也不会怪你了。顾倾城娇羞地靠在李恒身上，还不是怪你二人旁若无人的命运。我微微颔首，表示理解，直接无视顾倾城眼中的炫耀。上位者已经替他开解，我自然不好说什么这样没头脑的美貌女子。宫里每年都会来上几个仗着李恒的宠爱耀武扬威，但是宠爱是最靠不住的，往往如烟花般转瞬即逝，我已经习惯了。李恒告诉我，顾倾城是江南名士家的小姐，她微服私访与侍卫走丢，在街头偶遇恶霸欺凌百姓，罔顾王法，多亏顾倾城出手解围，并帮忙找到侍卫，这才安全回京。倾城是我见过的最果敢的女子，她并没有因为恶霸权势而拂晓作低，一路上行侠仗义，做了不少好事。李恒说这些事的时候，眼中闪着莫名的光彩，我知道他又动心了。宫内妃嫔多恪守，礼教谨言慎行，性格多是谨小慎微，生怕张扬几分引发李恒不喜顾倾城。这迥然不同的性格倒是让李恒眼前一亮，喜爱的紧脖梗的红痕一路的相依。我明白皇上的意思，不如就将美人留在宫里，时刻陪着皇上可好？李恒说，这么多也不过是想在我这里得到认同。顺着他的心思，我对于他们之间的故事并不感兴趣。每年他微服私访，总会带回来那么一两个有趣的玩意儿。我的任务就是宽容大度的接受李恒每一个美人，并将他们安排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如果这些美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也需要我来将他们安抚，维持和平的状态。封赏跟流水一样送进了一人殿。李恒1连半月歇在他那里，一时间整个后宫震动。原本最受宠的莲贵妃还是坐不住了，跑到我这里打探消息。听闻皇上昨日原本是来坤宁宫歇息的，就被一人殿的笛声引着改了道。颜贵妃年轻气盛，进宫不到2年，故美人没入宫前，她最是受宠。现在李恒刚回宫，竟一次也没去他的翊坤宫，他怎么能不气？他原本就是被家里宠坏了，根本藏不住情绪，一开口就暴露了意图，娇嫩的脸上带着一丝嫉恨。皇上刚微服私访回宫，他就这般缠了上去，当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我并没有顺着他的话，而是抿了一口茶水，淡到不可妄言。这副姿态在贵妃眼中倒是显得我害怕无作为。哼！他翻了个白眼，愤愤地扔下茶具，气得跺了跺脚，带着婢女离开的坤宁宫。走之前说自己要去会会这位美人窝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恍惚，明媚张扬，好不快活。姑姑，莲贵妃真的跟我刚入宫时一模一样的性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西姑姑微微一笑，娘娘那时可比梁贵妃差异多了。是啊，10年前我刚入宫，也像花儿一样灿烂，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本该一生一世，相濡以沫。可我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高估的李恒的真心。先皇有五子，李恒确实最平庸，但最有野心那位我父亲，当朝宰相为了夺得皇位，他费尽心机，讨得我的欢心。曾经我也荣宠，一时可入宫，第1年，他就下旨让我为他挑选秀女，充盈后宫。我曾表达不满，却被他以大局为重挡着。你是朕的皇后，理应贤良淑德，以大局为重。阿娘说，这世间最不能错，信的就是男子的真心。当时我还不服气，可这深宫10年，见惯了喜新厌旧，色衰而爱之。哎呀，他说着，你听着便好过不过，是蜜意浓情之时，男人放的星号，莫当真。后来我收敛了爱意，成了一个合格的皇后，稳坐中宫。每年选秀为皇家开枝散叶，宫中后妃对我无一不恭敬，皇上夸我蕙质兰心说德，知他幸，百姓敬我，宽厚仁慈，有母仪天下之尊。这几年我做得很好，父亲是朝中要员，我后位稳固。当我不在乎李恒的真心后，日子过得顺心极了。毕竟情爱哪有手里有权来的？实在想到贵妃那张如花朵般娇艳的脸，我还是吩咐姑姑跟上去看着点她，别让她冲动做了错事。可我着实没想到一语成辍，有时西姑姑白着脸回来，身后跟着莲贵妃的乳母莲嬷嬷一见，我莲嬷嬷就跪倒在地上，娘娘，求您救救贵妃，莲贵妃出事了。今日傍晚，御花园内莲贵妃偶遇顾贵人救人，见新人分外眼红，
连贵妃让他跪下，顾贵人仗着圣宠拒不行礼，二人发生冲突，连贵妃以教他规矩为由，罚他跪上2个时辰，自己则坐在凉亭亲自监督。没成想，顾贵人搬来了皇上这个救兵，等李恒匆匆赶来，恰巧看到他已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心上的美人被人如此作践，哪怕是自己曾经娇宠的贵妃，他怎么可能忍得了？盛怒之下，李恒下令将连贵妃贬为连贵人，迁宫秋月殿。我来的时候，连雪正跪在1人殿外，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晃。见来人是我，他又倔强地挺直了身子。我叹了口气，挥手让嬷嬷将他扶了下去，听着殿内的啜泣声，狠狠皱了皱眉，为了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小的贵人，打背后有将军撑腰的贵妃的脸。李恒自以为削藩后无人能威胁他的地位，现今是越发冲动自大了。进殿的时候，他正抱着顾倾城细细哄着，见来人是我，顾倾城挣扎着下床行礼，被李恒一把按下，我还未出声，他却率先发难，正以为后宫在你谢瑜的手下管教定是顶好，没想到连雪还是这般没教养。我不动声色，看他的狂怒，心中忍不住发笑，想起了他宠爱连雪时，在我面前夸他性格纯真，娇憨可人。我颔首认同，态度诚恳。皇上说的是，臣妾定会告诫后妃们要严守宫规，最后4个字我是看着顾倾城说的。这次的风波是他引起的，后宫等级森严，未分低的行礼是理所应当。可偏偏顾倾城仗着宠爱冲撞娘娘赎罪倾城原是为了练武给皇上看，太过忘我。我面色不改，沉声道，多诸位姐妹都像顾贵人这般，但这后宫岂不是乱了套？话音刚落，美人脸色更加苍白，李恒责备的眼神逆了，我一眼又紧着榻上的人安慰你，吓唬他，做甚倾城都是为了我，你又何必纵容？连雪念酸吃醋故意找茬，合着都怪我了。我笑了，看着李恒这个跟我成婚10载的男人，我问他，难不成以后臣妾见了皇上也不用行礼，这般坐太朝纲何在？如此藐视皇权，该当何罪？李恒当然不会同意，他是皇上是万人之上，但朝堂不是他的一言堂。这事情如果闹大众，官员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一定会拿他的美人开刀。李恒这个皇位来之不易，他不会让人动摇自己的权威。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又控制了下来，垂着眸子摇头，真不是这个意思。后宫之事，一切还是皇后做主。听此故，傅倾城脸色苍白，眼泪日落未落，惹人怜爱。李恒是握紧了他的手，一副怜惜的模样。郎情妾意怪没意思的，我告诉退下李恒，虽然这么说，但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传了旨意，顾倾城被封为贵妃，我之下众妃嫔之上，除了我，其他人见他须行礼好，他这一招真妙，我拿位分尝，刚赌他生美人未分打我脸。当夜，李恒来到坤宁宫用膳，我知他有求于我，记得梓潼最爱吃水晶虾饺，一颗晶莹剔透的虾饺落入盘中。我微笑谢恩，示意身后的嬷嬷夹走，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解，随之而来的不渝声音透着彻骨的寒意。冷，你的脸皇后莫不是嫌弃朕？我跟着放下了筷子，拿过手帕擦拭唇角。皇上怕是忘了5年前臣妾就被诊断出了体寒之症，吃不得寒凉之物。5年前我怀孕2个月，被他当时最爱宠妃推进湖里，孩子没了，身上也落了一身病。御医诊断我此生难再受孕，后来彻查宠妃原是3王的探子毒害我的孩子，不过是不想让李恒有嫡子。虽然事后李恒将这宠妃千刀万剐，可不深的底子大不如前了，大概是时间太过久远，他或是刚想起来，眼中涌上歉意，犹豫良久，他握上我的手，还是向我解释起他的旨意。朕知道你不高兴，原本贵妃的册封需要与你一同商量，是朕对不住你，我心中讽刺，但还是假装认真的倾听。只是倾城是我见过的最美好的女子，朕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在江南时，她为了救朕伤了身子，这辈子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朕想你应是能感同身受，杀人诛心。因为顾倾城不能有孕，所以我就应该同情她，爱护她。唇角的笑意愈加浓郁，我对她有愧，她原是不愿跟我入宫的，是我许她独一份的宠爱，她在放下芥蒂，愿意为我进宫，所以什么让我把皇后让给他当然不可能。我位后10年，父亲是当朝宰相，哥哥战死沙场，我们家为了朝廷鞠躬尽瘁，满门忠烈。若皇上拿我开刀，岂不是要万民戳他脊梁骨？骂我的眼中满是疑问。他看我这神色面上有些踌躇，所以朕想到一个办法。如今宫内皇子公主乖巧可爱，朕已无憾，朕曾能应允过你永不负心，可却还是被希望迷失双眼。如今朕不能再辜负倾城了，朕以后会专心对倾城，不再踏足后宫。你放心，你的位置依旧，这皇后之尊永不动摇。说完这话，他满目期待地看着我，毕竟这话说出口，无异于在打整个后宫的脸。我若是翻脸，就这件事传出去，绝对让人贻笑大雅。这朝代对女子向来苛刻，他说出这话全，他没有顾忌后宫那些姐妹的心，喉咙涌上一阵恶心。我看着这张我曾爱惨的脸，有些陌生，我没有一口答应，
而是先询问，若是短时还，可若是长时，皇上可曾想过众姐妹该如何自处阵时？是要和倾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意思就是要让后宫妃嫔守活寡了。我愕然，心下盘算，继续询问。若是姐妹们话还未说完，他便打断我的话，一切由皇后做主。便是说完，他留下句我斟酌决定，就匆匆离开。我眼尖的看到一人殿的小宫女在门口张望，我忍住了笑，不再多问，对着他离去的身影迎一拜，如此恭祝皇上得偿所愿，一切由我做主，可真是太好了。为了防止李恒后悔，我当晚就列了契约，请他签字画押，又将一众妃嫔唤来细细叮嘱，不要去冲贵妃的眉头。谁成想我没去找他麻烦，顾倾城来戳我的眉头了。我带着众妃嫔在花园赏花，顾倾城在一众婢女簇拥中走了过来。她穿着云锦绣花的衣裙，头上戴着一只鸽子蛋大小的红宝石簪子，众妃嫔纷纷向她行礼。她既不说好，也不让人起身，开口便是阴阳怪气：你们进宫进的早又如何？陛下还不是最宠爱我，今日还不是要跪着向我行礼？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眼里满是傲气，看向我的目光带着得意和炫耀。直到此，他都没有意识到，除了一个贵妃之位，他什么也没有。他既无有力的娘家，有无皇子傍身，这里任何一个妃嫔，他都动不得正在行礼的妃子们。三两个交头接耳的对视，眼底都是对他的轻视。我忍住笑，挥手遣散后妃，回各自宫殿好好的赏花。碰到这种人搅局，真是晦气。等花园安静下来，我这才似笑非笑的看着顾倾城，只有顾倾城一人铁青着脸，独自站着皇上，允我可不行礼。皇后娘娘，除了这个位置，你什么也不曾拥有，臣妾真是为您感到悲哀呢。他说着悲天悯人的话，脸上却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对我并无半分恭敬。他以为他有了李恒的宠爱，就能高枕无忧，可皇上的宠爱才是最虚无缥缈的。他还想说什么？我轻笑出声，漫不经心的看着他，他以为我是因为伤心，正准备继续奚落我在他之前收敛笑意，面无表情，开口。既如此，那祝愿你能永远能抓住皇上的心，永远将他留在你的身边，能和皇上白头偕老，这是我最真诚的祝福。我度过了在宫中最为滋润的2年。李恒虽不在坤宁宫过夜，但依旧会定期来坐一坐，因着对他的愧疚，赏赐一流水的进了坤宁宫，我照单全收，再由我分给各个宫里的娘娘，倒是他最宠爱的一人殿，却显得过于清简。因此，曾经视我为仇敌的歌宫娘娘对我尤为尊崇，我的地位愈加稳固，宫内没有人敢轻视我，毕竟封印一天在我手中，他们就永远要看我的脸色在后宫生存。这2年，宫内发生了3件大事，一是表为贵人的连雪因病去了，以贵妃之尊葬在皇陵，连贵妃的父亲连将军伤心过度，辞官归乡；而是李恒重用新人，不少经过科考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成为皇上的心腹，说皇上违背纲常礼教，现下今年又到了该选秀冲印后宫的时候了。当夜我来到了甘清殿，一个年轻的男子伏在案前未见李恒身影，男子眼睛深邃，芝兰玉树见我到来案前的人跪下行礼，微臣裴元拜见皇后娘娘。我挑着眉看着案上的奏折，朱红的笔墨，打开的奏章，无一不招是钢丝人做的事。裴元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阻拦，我仔细想来，也没必要吵。朝中大臣都是人精，不少人是了解皇上的字迹的，但是大家默契的没有说出口，其原因深思起来如此。我乐得其见差人递了话，恰逢皇上陪贵妃用膳，贵妃也得知了选秀当，击摔了晚发好大一通脾气，皇上哄了很久才破涕而笑。所以当嬷嬷说皇上向坤宁宫方向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秦瑜，你什么意思？朕已经给你足够的荣宠，皇后质疑你为何还闹到贵妃宫里？难道当初签下的誓约皆是假的？他气势汹汹，刚踏进宫门就冲我发火，我没有计较他的失仪，勾了勾唇角，贴心将一杯茶水递到他的手边。他说，顺势喝下一口茶水，坐在榻上吸了火气，眉间的疲惫根本藏不住。这2年，他为了讨贵妃欢迎，隔2个月就要微服私访，带着贵妃一起看见人间繁华，就连政务都忘了不少他的。答应贵妃不再宠幸别的妃子，不再进任何宫妃的宫内，子嗣不封，民间早有贵妃隐疾的传闻。想起李恒第一次听到谣言时铁青脸色，我现在都想笑他为真爱守身如玉桂，妃又不能生，朝堂上早有不满。他还为了贵妃一度拒绝选秀。那些想把女儿送进宫的大臣们对贵妃的怨言更甚，甚至屡屡谏言说贵妃是妖妃，祸乱朝纲。即便如此，贵妃还是时常吃醋发脾气，让皇上哄她才肯作罢。迷恋的热度消减，他也开始疲惫。梓潼，朕为了贵妃做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还是不能以大局为重？随后他又自己说服自己算，包住兰贵妃妹妹不过是想去玩耍罢了。她原是自由的鸟，被锁在宫中的笼子里，怕是也闷得慌。皇上要陪贵妃，担心耽误朝政，我出主意，不如让皇上身边可信的人替皇上盯着点。于是裴元开始帮他批奏折，朝堂里换了一批新鲜的血液。可能皇上做梦都想不到，裴元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人，
他身边的人已经逐渐都换了个遍，所以现在我只用做好他的解语花就好了。皇上，臣妾知道你和贵妃妹妹两情相悦，忠贞不二，肯定还是天子背负着为皇家开枝散叶的责任，他想说什么就被我堵住。朝中大臣多为肱骨，是国之栋梁，即便皇上您不想按照他们的提议开枝散叶，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看着他迫切的眼神，我微微一笑，选秀按照惯例即可，至于宠幸谁，没有人能左右皇上不是吗？他都能把偌大的后宫妃嫔空着，也能将新晋的秀女空着，让清白世家的女儿进宫守活寡，那些支持他的老臣也会寒了心。皇上眼前一亮，似是想到了什么，欢欢喜喜的去你旨。西姑姑一脸凝重的看向我，犹豫半晌开口如此，一人殿那位又要闹了。我微微一笑，止住了他的话，慎言，反正得罪的又不是我。选秀的圣旨下达，朝中大臣家的适龄女子皆可参加。百官知道是我说动了皇上，私底下都夸我贤得宽厚，提起我都要说上一句母仪天下。当天就听说伊人殿里闹了起来，贵妃娘娘伤心欲绝砸了院子，就连皇上亲手种下的并蒂莲都拔了个干净，不知道皇上哄了她什么。向来跟我井水不犯河水的顾倾城破天荒的来到坤宁宫请安，还带了一份茶叶，每人穿着一袭皎玉白纱长裙，裙摆上用金线绣着富贵花，一旁的宫女拖着她的手腕，气势汹汹，一进门就兴师问罪。皇后娘娘当真是好心机，自己没本事抓牢，皇上就想出这等诡计，离间我跟皇上的感情，她脸上都是恼意，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似乎忘了这是在后宫，我是后宫之主，而她身后的婢女一脸惊恐跪了一地。我在贵妃榻上歪了歪身子，轻笑着抿了口茶水，语气诚恳，你独宠2年，肚子却始终不见动静。皇上是天子，如今才有一子一女，你不能生还，不能别人为皇家开枝散叶了，妹妹要以大局为重。我的目光在贵妃的肚子上来回转，不能有孕是她的秘密，不曾想就这样被我说了出来，她的脸色更加难看，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满脸恶毒。皇后娘娘倒是臣妾的榜样，10年未有生养，不还是稳坐高台？我收敛笑意，抬起眸子看他，即便如此，皇上也没想过要废了本宫百官，也没有提过任何废后的折子。你又算什么东西？说好听点是皇上心头挚爱，若是我想为难你一个妖妃，这个名头就能让你死上千百回。贵妃若是不服，就去问百官没本事抓住圣上的心，就自己在一人殿哭去，而不是在我坤宁宫耀武扬威化碧溪姑姑已经做出要送人的架势。顾倾城气的捂着胸口撂下狠话，希望日后姐姐不要后悔，我后悔我开心的能多吃2顿饭。选秀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我特意将秀女的图籍送到伊人殿，一份宫女回来禀报，说她发狂一般，将名册撕成了碎片，不是为了你才进的宫，也是为了你才伤了身子，你怎么能带别的女子进宫，在我的心上扎针，那正是为了谁才守身如玉2年，你何时变得如此泼妇？眼线传话说2人大吵一架，然后不欢而散。李恒头也不回的离开伊人殿，贵妃哭晕在床榻上。李恒这次没哄她，只说让她在宫内尽足反思，她当然没空。又到1年雨季，南方的涝灾民不聊生，他揪着头发想对策救灾，还有辛勤儿女情长等，他有了应对之策。想起顾倾城时，他的心肝已经绝食数天，躺在床上哭肿了眼睛。按惯例会派心腹带着粮草下南方赈济灾民，帝后则是上相国4为灾民祈福半月。但今年李恒为难的告诉我，能不能贵妃要跟着去时，我先是假装为难，随后又假装忍辱负重，言辞恳切的让出位置给了顾倾城。民间对妹妹有误解，想必此次祈福过后，百姓们也会有所改观。臣妾留在宫中处理选秀事宜，并不会让皇上烦恼。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果然眼前一亮。现在不仅是满朝文武对贵妃不满，就连民间也在盛传妖妃之说是，甚至有些书生亦是揣测此次南方涝灾是老天爷不满意天子行径降下的天法。李恒急需挽回民心，我这个牺牲对于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李恒感动地握住了我的手，果然还是皇后深明大义。我不着痕迹地抽回手迎一拜，为皇上分忧是臣妾的本分。笑话主角不登场，这场戏谁来唱？早在半个月，我就让人在顾倾城的身边散了花，赐宣扬李恒要带我去相国寺祈福，着重说明这是帝后共同前去，更是将我和李恒之前的情谊让人传进了他的耳中。最开始他并不信，甚至嗤之以鼻，但3人成虎，年风雨多了，自然会将信将疑。都说青梅抵不过天降，可假如青梅之间的情谊深厚呢？他自然不会给我们独处的机会。我想他也是想打我的脸，祈福顾倾城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降临时，西姑姑担忧的看着我，娘娘，皇上这般行径无疑是在打您的脸，恐怕到时谣言四起，以为皇上要废后啊。此时我正在看江河鱼图闻言，抬头安抚无妨，是时候收网了。李恒，皇和贵妃去相国寺了。第1天，暗卫来到2人乔装打扮，在城内逛1天。第2天，暗卫来报，他们在相国寺后院里行不雅之事。
第3天，我让暗卫将1包迷情散倒进他们的茶水中。晚上祈福时，2人在大殿内行翻云覆雨之时，侮辱佛门清净佛像，从佛祖眼睛开始出现一道细纹，一夜崩裂。此景象恰巧被去相国寺送菜的小厮看到，他惊恐跑出相国寺将消息带出一传十，十传百散播出去，一时间天下哗然，民生没有挽回，皇权岌岌可危。民间谣传这是上天不满意李恒做皇上下的天谴谣言愈演愈烈，甚至编起来了话，本子流传起来。等李恒回宫时，看着满桌的奏章弹劾，脸色铁青。大臣们都是忠于李氏江山，他们不会认为皇帝有错的是小人，所以是贵妃迷乱李恒的心智，都是顾倾城的错。如不处死妖孽，皇朝将倾覆。若是之前他们小打小闹让皇上废妃，现在他们则是态度强硬的要处死妖妃。李恒自然是不愿的。朝堂之上，奏折扫落一地，他看着满殿跪着的人，笑得癫狂，可笑至极。朕乃天子，朕乃天子，这天下是朕的天下，竟然把责任挂在一介弱女子身上，他有什么错？他准备拂袖退朝时突变发生，皇上不处死那妖女，老臣无颜面对先皇，今日就撞死在这大殿之上，告慰李氏江山。说罢，监察院的3朝元老齐老一头撞在大殿，柱子血花四溅，群臣惊呼。皇上在高台上顿感眼前发黑，一头栽了下去。皇上，快宣太医李恒病了，他神色奄奄的躺在龙榻之上，看见我的到来，满脸的苦大仇深。阿谀也只有你懂朕了。我耐心的喂着药，恍若不经意的提起大皇子李英也到了知事的年纪，但让他试着接触朝务了。皇上身子不好，莫在忧心贵妃那里，我让人照应着，倒是皇上千万要保重身体。好在婴儿也大了，前几日还听太傅夸他争论做的不俗，有你年轻的风采。李恒的神色晃了晃，似是陷入回忆里，脸上带着些骄傲和欣慰。想起自己只有这一个儿子，随即传唤太傅和李英，细细问了功课。2日后，李恒再次陷入昏迷。苏醒后，写下了太子的册封圣旨。旨意下了以后，他的身子愈发不好，下半身瘫痪在床，话也说不出来。太医院找不到原因，只能开一些中风的药温养着。再次喂完药以后，我细细打量着他的眼角已经多了道细纹，长期的心理压力让他的脸上布满老态，仔细看头上的白发也多了数根，他的目光中带着感激。最开始他察觉身子动不了的时候，叮嘱我千万不要告诉贵妃我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在他一次控制不住大小便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羞耻。他只是不想让他心爱的女人看到自己狼狈的模样，想通了以后，我把他最心爱的女人送到他的身边。是急，一开始顾倾城还在尽心尽力的时候，企图有朝一日皇上痊愈后为他撑腰。可当皇上再一次在床上出宫，将龙床弄得满是污秽后，他崩溃了，他抓狂的蹲坐在床头舞这鼻子，一巴掌拍在李恒的脸上，你怎么这么笨，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吗？李恒的脸被拍肿了，青筋暴露，眼中的屈辱和愤怒一览无余，张着嘴依稀能听到在说什么毒妇我，假装不知情，任由2个曾经说真爱的人在相恨相杀。等他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时，我让人将贵妃带走，让宫女为她换上一身干净的礼仪，看到她目光里的泪光，努力长大，嘴巴想说什么都。我凑近我依稀听到她说，阿谀，对不起，我替她捏了捏背角，轻笑出声。说起了最近的趣事，裴元成亲了臣妾赐的婚，新娘子我见了是个旧人呢。说着，我眨眨眼，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拍了拍脑袋，一切忘了这人，皇上也认识，就是您之前的莲贵妃。那日皇上说后宫姐妹随臣妾做主，臣妾就做主给莲妹妹找了个好姻缘。床上的人开始激动，头激烈的磕着床榻，我恍若未见，继续开口。太子如今处理起政务得心应手，就连父亲都说他将来会是个千古明君。他如今在民间的声望比这皇上有过之而不及，都说他会是好皇帝，可惜了，他现在只是太子话毕，我将手中的药喂到李恒的嘴里，微笑开口，所以皇上要以大局为重，您不如死一死。皇上轰了，太子李英继位下的第1道圣旨就是先皇和先贵妃请比金坚殉葬，陪先皇永生永世。顾倾城接到圣旨也封了他，哭着喊着自己才不爱皇上，只是贪慕荣华富贵昔日之爱，如今草芥所谓真心不过如此。